我以前的状况，就是我知道大家知道我出生在中国，在河南是中国的中部，然后在中国本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不被鼓励和承认的，所以在河南我们那个地方会更加封闭。在我的印象中，在前几十年里，我知道的基督徒，我现在算了算，可能也只有3个人。他们只是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基督徒到底是什么。然后，而且我接受的也是唯物主义教育，我觉得类似于佛教啊、基督教啊这些都对我来说当时都是迷信思想。然后，特别是我妈妈，她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办了皈依证，所以我是有证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只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个保护吧。我觉得她是通过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但是我的内心里，我是觉得，我不承认我是什么图的，然后我只是觉得那些都是迷信。特别是因为看到我喜欢看历史书，在西方历史的这个有很长的中世纪，我觉得教会就是用来统治人民的，有什么赎罪券呀，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统治的方式。然后我们接触主的这个机遇就是来美国之后，因为要给伊娃找 daycare， 然后我们附近就有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去教会找那个 daycare， 然后在教会里我们接触到了当地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和基督就每周天的这个教会活动好像跟我印象中的很不一样，就是不像我想象中或者是我以前印象中的那些。而且那个教会的人会非常的包容我们，尽管我们当时是不信主的，他们也会就像家人一样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自从第一次去了教会之后，我们全家就每周都会去教会。我当时去教会的状况就是去用科学的眼光来了解这是什么，然后只是去觉得是学习和了解，因为毕竟圣经里还是有很多智慧的。我当时是抱着这个心态每周都坚持去。但是我们对孩子的培养就有一个目标，就是不管我们现在信不信，我们要让孩子信基督。因为在美国特别是这个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信仰的话，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会被很多东西所带偏离。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成为基督徒，来有主的依靠。然后到了 Wichita 之后，我们其实有1年多的时间，因为疫情就没有来教会了，就没有任何的教会活动或者是兄弟姐妹教会的相关的活动。然后来到中文学校之后，我就认识了叫牧师和师母。然后我感觉可能因为语言的原因，就是我们用母语说可能更能够感动到心，觉得和之前去英文教会还是不一样。因为英文教会他虽然讲的我就觉得只是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到了中文教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语言的和文化的原因，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特别是师母会不停的来邀请我，我就用各种的理由来搪塞，没有时间，孩子怎么样，然后会经常的就是也不来教会，或者是不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师母还一直在邀请我。我跟你说，一直到师母会经常发这个视频，虽然我当时
没有心里没有很接受，但是我一直在看他的发的视频，因为谢谢，因为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见证，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是他们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就让我觉得不会孤单。然后你们 Chris 的见证，明星的见证，包括也在哪，你们的见证我都非常认真的看了，就是因为你们的见证，还有牧师给我发的一些视频，让我觉得，精神上有了依靠和支撑。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到了别人那里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意义。然后特别是在去年我找工作期间，我就是满怀希望的去想要工作，但是因为签证各方面原因就没有能成，我当时会非常的沮丧，特别的失望，就觉得没有依靠，很无助，然后你们的视频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师母邀请我加入这个音乐事工之后，每周一来这里跟大家一起用舞蹈去敬拜，我也开始我自己主动跟师母要的圣经。我之前有英语的圣经，但是我觉得我看不进去，就是虽然第一是语言问题，就是他的英语是翻译的就古英语或者是很拗口，然后我主动跟师母要了中文的圣经，然后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去读。他邀请我去查经班，但是我想，就是我自己先来整个读一遍，了解圣经讲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查经，再跟着别人去深入的学，这样对我来说是比较系统的一个学习方式。然后加入音乐事工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真的是改变了我整个对主的印象还有看法。我觉得他就不只是跟我没关系的一些事情，他可以感动我，可以给我力量，这是最大的支持。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了依靠，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的父母在哪里，虽然他们也是依靠，我的老公他们都是依靠，但是我有唯一的依靠，他永远不会离弃我。然后我就在有一次我们音乐事工的时候 ，Chris 就带领我决志，当时还有就没事，对，我们换个位置。我就一直看他在看着我，所以我就都有带我决志。然后当时师母就问了我好几次，你什么时候决定受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也想等一个主给我的见证，或者是你至少要让我看到我为什么要去受洗，让我觉得我有个理由。但是我后来我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如果你决定跟着主一生陪伴你，你为什么还要等呢？为什么
还有他给你一个什么见证，你才跟着他信他呢。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受洗。改变最大就是觉得内心有了依靠，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身边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有了依靠，而且我的心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就会就是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包括平时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更多的平安喜乐。然后遇到事情，我也开始自己来祷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我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会有意识的先去祷告。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是对我有罪是不承认的，我觉得为什么有罪，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但是我现在觉得确实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太自大，我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然后只有神可以为我们赎罪，我们通过祷告来被救赎，然后才能更加的获得平安喜乐的心。谢谢。我的老公，耶！好，然后对你来讲大声一点，来这边，来这边。等一下啊，要不要叫他起来啊？听妈妈对爸爸的感想。来，对，请坐。最想做的就是感谢我老公。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支持我。我去在出差1个月，我老公自己带2个小朋友，然后那天Elena就说你老公太棒了，小朋友在开始表演之前一直在照顾他们，然后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他们指导那个舞蹈，比幼儿园老师还专业。如果没有老公，我什么也做不了。真的，谢谢。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时间。哇！满嘴。好 ，OK。